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精彩蛋等超多精彩内容。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，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，大屏 4K 更清晰。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、芒果 TV 同步收看。到了，对，真的。走吧 ，Let's go。哇，你看这个光哦 ，beautiful。呀，我喜欢暖光。谢谢你找到这个餐厅。啊，不用谢。谢谢你找到这个很美，这个餐厅我觉得应该很好吃。我们大家一起吃个好吃的。但这个是个米其林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它是个米其林，我就看它的评价有点高。拿着我们的预算，如果我早知道它是个米其林，我肯定不会选它。不来了。哇哦，好美啊！这个太有格调了吧 Perfect。哇，男生们赛车完了，平安抵达。其实因为我是很怕他去玩赛车的。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我要跟他在一起，我一定要把他的那个跑车卖了。卖了吗？卖了。好心疼啊！最后一批的，对，那是最后一批。现在是 collector's item。那时候你跟我说一下啊，我帮你先收着呀。早认识你，我可以从你那儿买。对呀，我就。你们两个不要再讲了 ，OK？ 他已经卖了，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，而且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40了。我想40了，你还在追求速度？对啊，我就觉得正是。七哥，你人太好了。你们各自有什么觉得对方是你根本无法理解的嗜好？那个，我想起来了，指甲。我是觉得，我要是个女生，我觉得我不会做这样的指甲。每3个星期都要去3个小时，就为了换一个指甲。我第一次跟着他去的时候，我是懵了的。我本来大概想了，他以为10分钟就结束了，撑死1个小时嘛，你染个头发也就1个小时嘛，3个小时，我想，哇，这怎么这么久啊？OK， 一个磨完了又涂，涂完了又灯罩，然后又涂，然后又灯罩，然后又颜色，又灯罩。哇，这个真的一层一层的，就基本上我没有见过他的裸奔指甲过。都是穿着衣服的，穿着盔甲的，只有怀孕的时候2年是裸奔的，穿着盔甲的。我有不明白他的，我很能理解静姐，就是他有很多也是走那种极限运动挂的，就是比如他喜欢蹦极，我就跟他讲了，蹦极就是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去尝试的运动。我也不会。什么是蹦极？蹦极就是从那个很高的地方。蹦极叫绑根绳子这样吊。哇，我都蹦了7、8次了都。然后我们上次有一次录节目，他要去蹦极，然后就节目组问我能不能去，我说我不能。他说你能不能陪他？我说不能，就是不能。然后呢，他说那你可不可以看他跳？我说 OK， 可以看。然后呢，他在底下就跳下去，不是那个会荡啊，我就听到有人这样子啊，我说啊，真的为什么要跳？就上来一个，他就一直问我说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听到叫的。我说听到什么？我说我听到一个人这样，但是他在底下说戚薇我爱你，什么也没听。真的好笑。你错付了，真的，这炫哥，我觉得你错付了。而且，然后后来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，也是录那节目。他不是喜欢那极限运动嘛，就是蹦极没有陪他，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陪他好像也不好哈。就他说要去跳伞，要说我能不能陪跳伞哦。而且他是南半球最高的跳伞，
然后我说那我可不可以不跳？我说没关系，你就穿着东西都装备弄好，你就上去。如果你不跳，你就下来就行了。我想说啊，那我还有退路吗？哈，我说那好，那我就上去，我就陪他上去了。就上去之后，你发现那飞机哈，不是我们往常坐那种飞机，中间就一条像板凳一样那种一条，就是小朋友排坐的那种啊。然后你下去一个就下去一个，然后一个一个往前，你是没有余地不下去的，对吧？我说你，然后我就问那个教练，我说有没有人就上来了不跳？他说没有。我说没有，我说那我就必须要跳了。他说 OK 呢，我说啊好吧，那就咬咬牙，我就真的跳了。哇哦，多好呀！对，然后我就跳了之后我就觉得你喜欢吗？我喜欢，因为我不喜欢推背感和失重的感觉，但它其实跳伞其实是没有的，这两种感觉其实都没有，然后我就觉得哎呀，有那种就飞翔那种感觉，就是整个人脸就是没有办法看，但就很冷，其他的都很 OK， 然后就陪他了一下他的极限运动，但是他喜欢的那些东西，我还是就像蹦极啊这种，我还是有点不是很能理解。我还带我妈在新西兰跳伞，是喜欢的吗？我去跳伞，因为我跳了第3次了。完了我说妈没事儿，你就跳吧。正好有个宣传片，那宣传片是一个80多岁一个老太太，她说那我也可以，就上去跟我玩去了，就一起跳的。但是喜欢对不对？对，她是喜欢的。体换完了，好玩。我妈就跟小孩一样。跳伞可以，今年真的是可以的，真的是可以的。我很害怕的，我是连过山车都不可以。真的，那种矿山车的那个过山，他什么过山车，我孩子都不想跟他玩了。我不喜欢那种很速度的那种，所以跳伞真的可以。你去试试看，那感觉很好。好。根哥呢？你们家呢？你们真的，你们能不能狠狠的吐槽一下？我说是真的是没有，他喜欢的东西反而我变成我跟他一块儿去喜欢的。比如说他做一些瑜伽或者冥想或等等一系列的，反而后边我觉得哎呦很好，反正我就变成跟他一块儿喜欢。他确实这样。但他就影响你，他就影响不了我。我运动，我想要带他，他生命在于静止。不，他会跟着我一起去，但去完那一次就不会有第2次。他会跟着我，比如说滑雪。那是因为我屁股都开花了。哦，你不喜欢滑雪？就是我，因为第一次去滑雪在韩国嘛，我觉得他要是带我去一个雪是比较就是飘软的，而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假屁股。假屁股是什么？那不是叫假屁股，那叫垫屁股。保护的那个垫的，就那个乌龟。保护屁股的。但我们去韩国我就酷嘛，就什么都哇摔的呀疼，屁股就碎了是吗？我真的是就是那个尾椎骨有点那个 fracture， 就有点裂然后就给他拽起来，我说那行这样，我慢慢扶着你吧，我在后面，我就扶着他，他是那个单板，我说来左边，好，右边，左边，好，右边。越滑越沉，他开始已经这样了。像 Titanic， 就躺我身上就。You jump, I jump。对，就前面那个，哇，好浪漫。我说行了，好了，太累了，我说我也累了，不滑了，一身汗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教那个滑雪的方式，就有点像我小时候我爸教我那个游泳，就直接把我扔到深水区，就上到最难的高级道。对，第一次玩，直接拔苗助长。然后我是被那个救援的人拉下来的，后来就真的是救援的人吧。你这样会有阴影吗？就不想再滑了？也有一点点吧，但后面再滑他就不跟我去滑。你是故意的呢？不是故意。我身边我03年就开始滑单板，
我身边那些人全是我慢慢教出来的，就包括我经纪人，包括我几个朋友。你经纪人本来是个运动员，运动员吗？哦，我教的全部都是这种，哎，我教你怎么摔啊，摔是这么摔，完了怎么起啊，走，给我上中级道，完了就上中级道之后就滑吧，滑1-2趟就会了。对，滚下来了几次以后就是可以了。对。但是你第一次就带他上高级道，哎，对啊，上高级道，我滚下来，没滚，那不可能让他滚了。他最后疼的说实在不行，我说那个就在韩国叫的那个拉雪橇，他在那儿在那一躺，往前面拉个雪橇，哗，我就在后面跟。我说哎，这回一个来，我把手机又给他，他在那儿拍我。但是我没有不理解，我觉得就是后面，反正就是这个没有什么骄傲的，就是就带个假屁股，慢慢学，而且找一个就是学比较软的地方，你摔了也不疼。包括潜水也是，那个我是喜欢的。对，完了他跟我一起去了美纳多。哦，潜水证。对，更深的一个潜水。更深的就是在下面开可乐。很多可乐瓶啊。这好奇怪。到50米吧，潜到50米之后开可乐，完了再喝可乐。但是你怎么喝呀？你这个，因为它不是有气压嘛，你打开之后呢，它气压那可乐都是在这个瓶子里面，你插完管你就喝的不是海水，是可乐。哦，那还不会出来是吗？那不会出来的，是这样。完了他就跟我一块儿去考，他考的是 open water， 所以也会做50米的。哦，那个我没有考，我就考了个简单，我觉得就差不多行了。下次可以带他去做指甲。做指甲？做指甲？我不喜欢做指甲。所以他还好，我做什么他也会跟着我一起去做。我唯一不太理解，不是不喜欢的，就是男生为什么可以在厕所里面玩游戏，就很香嘛。但是我也可以啊，我也就坐在马桶上玩游戏。这是他质疑我的点。我也是觉得，要不你把这个事儿认真的做完了，然后再打游戏，要不然你这个的时候你太投入，你会忘记那另外一个事儿。所以时间就会拖得很长啊，所以我们在厕所的时间那么长，是因为他坐的比较久啊。我是不是不能说这种话？为什么？可以对吧？可以啊。为什么？我突然觉得我是他跟你说是可以，不过他眼神告诉你你讲错话，可以，你完蛋了。不是，他应该是 OK 的，是 OK 的。哦，但他打的游戏是短的。你不会是王者荣耀？王者太长，时间2个小时，排位认真，老婆帮忙，起不来。但是其实我特别理解，我有一次就是我上次洗手间的时候，我看一本小说哈，也是你看完看完了吗？我真的把它看完了。然后你知道我起来的时候，我脚全麻了。那肯定的。但是你那个时候只是觉得麻，但是其实它已经是完全没有知觉的了。然后我就往前走了一步，然后咔，我听到我的脚腕咔吧一声。就脚踝就骨裂了啊！对，就是因为上洗手间看书，然后真的起来的时候，你觉得脚麻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严重了。它其实是完全你没有感觉的哦，都不流通了，对吧？后来自从那个事情之后，他就每次都讲我。对啊，找不到他，去厕所肯定坐在那的。那你们很相似呀。你们3个是？我理解在洗手，他们打游戏跟我看书是一样的感觉，就是不能断。大哥对于金姐有什么不理解的一个爱好呢？我觉得是没有吧，肯定没有，对吗，老公？肯定多了。你有看人把整个鸡头塞在嘴巴里面的吗？谁把整个鸡头塞在嘴巴里？鸡头，很好吃。哇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人喜欢吃鸡头。我喜欢吃头哎，因为他自己不吃内脏。哇，这样讲。他不吃内脏，他很多东西他都不吃。他以前鸡爪也不吃，
其实啊，我当年就是在学习，我朋友，他问我朋友是我在比利时，我的朋友是中国人呢。当年他也是问我，因为他的阿姨邀请我们去吃饭，在中国餐厅，你什么都吃吗？我说我什么都吃了，因为我们在平时我不挑食了。然后因为你吧，没有很多，但是那种鸡爪什么的，然后我看到我是这样。因为我是在比利时是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呢，然后那因为要客气，所以我们喜欢吃就是觉得麻烦了。我跟他去吃那个火锅，点的都是哎呀，脑啊什么呀，放在一桌。第一次见的时候吓死人的，对的。我看了，我说我天哪，他就觉得这个我受不了。我以前也什么都不吃，什么内脏和一些独特的东西我都不吃，我只是就是绝大部分人能吃的东西。然后现在我没有任何东西我不能吃的，从内到外，对吗？什么都能吃。你会吃兔头吗？连会吃，包括他的脑袋、他的舌头、他的腮帮子都能吃。眼睛呢？眼睛能吃，但是我不是很喜欢。包括有一些脑袋我也不是很喜欢。服了。其实马来西亚华人呢，也有很多人都是吃内脏的，只不过就是没那么多。鸡头。然后呢，我理解大哥的出发点，我也是觉得有那么多东西能吃，非要吃这个吗？因为那个是最好吃的。我吃了以后明白，就是代替不了那个口感和那个味道。鱼头也很好吃呀，对吧？鱼头好吃啊，当然了，鱼头我觉得还行。关于这个中国的鱼啊，我觉得好吃，但是太麻烦了。我们在国外就是鱼都没有骨头，你看这个鱼没有骨头的，因为他们上来的时候已经弄好了。我是懒了，我不要吃那种，然后还要工作什么的，所以我是每次都是吃鱼的，然后我就是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了。那我要教你啃鸡爪，我最喜欢吃鸡爪、猪爪，用绞的那些猪蹄，我最喜欢。这阿诺，你有什么那个癖好啊？阿诺的癖好，我虽然不理解，但我很支持。比方说他家里任何的东西啊，只要能手工做的，他都会自己去做。那很好啊。而且他花的价格可能比买一个更贵。那是手工的事呀。我反正我是觉得挺好的。包自己做，孩子的衣服自己做，哇，面包他也都自己做。我说那比较健康。你太有口福了，你能教我吗？我没成功过。好厉害啊！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，现在没有这样，就谁会花时间去？只有在我们的长辈才对那个年代才会有的事情，现在直接买就行。但是他就是这个时代太珍贵了。我就觉得他不要太累，对吧？还是心疼他。但是这个是不累的。他喜欢这个，肯定他就享受这个过程。我觉得这个还是就像他那个包包啊，他给你们做的那个包包，对，那个很好。他返厂做了好几个，这个一会儿拉链就是说觉得不好了，他要配拉链颜色，一个一个对比，然后买很多布料去，然后这边可能裁缝就缝的不是特别好，他就要重新去做。但是这个是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就是学习要过程是吧？就是很正常的。我觉得这个但很好玩。你太谦虚了，你这个这是你的才华，你的才能太厉害了。哎呦，你这个有点不爱。不是，真的。你不要那个，我们夸你，你不要不好意思，因为你配得起我们对你的夸奖，真的。但是这个有点姐姐们，对，谢谢。阿诺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。你们这一生当中做的最有勇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干的最有勇气的事情，当然就是嫁到马来西亚的。我也觉得这很勇敢，真的。我最有勇气的事情就娶了你。我觉得结婚是需要勇气的。是的，其实挺需要勇气的。没有啊，说实话了啊，对我来讲，最大的
主要是进入殡葬业。本来我是要去投资银行的，我也是。呀，结果我发现，那回来开始弄一个墓园。哎呀，天，这个那时候马来西亚没有这种东西的，更何况这种呢是给人家看不起的。所以这个你没有勇气的话做不了。为什么？你一走出去，他们就指着你骂了。那确实一个挺大的那个决定，我终于。第一，这个行业啊，以前他们觉得这很肮脏啊，而且呢，有一些人当着它是很一个暴利的一个生意了，暴利啊、胡售后啊、一口价，确实有这回事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服务。现在呢，起码它是有一个菜单，大家就很透明化了。现在，所以这个呢是对我来讲呢，做这个行业的人要抱着一种心态，这是一种良心事业，是以一个勇气经营的一个精神。给往生者一个善终，给活下来的一个善别。其实我公公他本身是老师，然后后来他就是跟我婆婆一起白手起家，他们是做房地产开发的，可能他有他的理想，但是就被他爸爸叫回来。那个时候很孝顺嘛，他们现在还是，现在还是。对不起，我又说。哎呀，你可以，你现在开始学会挑刺儿了。我发现现在的中文全是老外教，可以，我们这个啊可以了，都会教我们了。现在，我是在美国长大的，然后我是去了韩国出道的。这个出道我本来也不是一个想要当一个艺人，我也是一个组合出道的，组合也不怎么样，没有一个。代表作品，组合结束了以后，我来了中国以后，我也遇到了一个公司，就是要不要继续跟我签，要不然我就马上可以给你封杀了。我听不得这种威胁，我说那你就封杀我，你随便吧。然后突然我工作也停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几个原因停了几年，我在家带孩子，大家都我自己也在感觉啊，哇，一个男的家里有丈母娘。老婆一直在工作，我就是在家里看孩子。虽然他说没关系，但是这个时间久了，就是会觉得这个怎么办呢？要是我女儿然后一直在工作，然后她老公天天跟我在一起在家看孩子，我会不会不舒服，对吧？然后，但是他回来就是安慰，然后一切，然后要重新开始工作，又面对了一个新的环境，然后不停的在 push 自己在一个。陌生的地方，然后快速的适应。虽然我知道这个害怕，但没关系。我不管这个山的后面是什么，没关系，我们试试看走一下。走完了以后呀，又是一个山，没关系，再走一下吧。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一直在爬这个山，然后跨。我觉得伴侣之间会有这样的默契，就是你们如果相爱的两个人，他的状态有什么不同？或者还经历一些困扰甚至焦虑的情绪的时候，你一定能够感知到，那个经历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宝贵的。因为你夫妻之间，你们一定要有同甘过，也共苦过，我们一起经历过来了，一起陪伴过来了，这个就会变得宝贵。其实很多事情他憋在心里就会更难，反倒说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寻找一个解决方法。而且他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他一个人在经历，就是有一个人是在协同的那种感觉，那就是力量感，那个就是一个并肩走的一个感觉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承担一些事情。我是入行决定做艺人这件事情，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录音艺术，就如果正常大学毕业，我应该是去做，比如说电视编导啊、电视节目制作、幕后的人员。然后半年的实习期，我就参加了比赛，通过比赛然后出道了。因为是选秀嘛，你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。当时那个声音并不是那么好，就觉得啊，你就是凭借什么什么，
外形啊或者干嘛有的没的，就是这些话。我妈说别了，咱们别就给人家说，人家自己家好好的女儿，干嘛给人家随便说呢，对吧？就各种造谣的事情，乱七八糟有的没的全来了。然后我妈就说咱们就别干这个了。然后我说为什么不？我说他越说我又要给他看，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。我说我相信时间可以证明很多事情。当了艺人之后，我反倒觉得是越来越有勇气的开始。比如说我跟他好了就跟他好了，我也不觉得我要隐瞒什么，或者我要就是我这个事业是上升期了什么这那的。我觉得哎，这个时候该结婚就结婚了，然后有小朋友就生了。我对新的东西那个尝试的勇气，我觉得是一直都在的。只要是新的东西，就会有挑战，就会有很多不确定性，你会碰到特别多困难和特别多不支持的声音。但是我都去试试看了，我觉得试的效果还不错，反正我自己觉得还不错。I'm still